欢迎来到江风奥妙。川普说他要炸的是电厂，全世界的专家都在讲霍尔木兹，讲油价，讲外交窗口，就是没有一个人去认真解释那2个字电厂。好，打仗要炸电厂，这逻辑说得通，让老百姓受苦，逼政府低头，教科书级别的施压手段没毛病。但是朋友们注意，这里有一个细节，伊朗那些偏远山区，那些连村庄都没有，飞鸟都不落的沙漠腹地，几十年来一直有一套设施在昼夜不停地吃电，不是核工厂，是一套专门向外发射高频信号的系统。它在压制什么？朋友们，这才是川普那句炸电厂真正在说的东西。先从一个大家都能查到的事实说起，德黑兰街头那些摄像头，海康威视、大华、华为，清一色中国造。这套监控系统在伊朗主要城市的覆盖密度跟新疆不相上下。伊朗政府的解释是社会治安管理，没有人觉得奇怪。但是奇怪的是出现在城市以外。大家注意，在伊朗西南部，在阿巴丹及其周边的荒漠山区，密密麻麻地架着信号发射塔，铺着地下感应阵列，一根根电缆从这些山头一路接近伊朗的国家电网。官方给的解释，军事设施保护。朋友们，这个解释有一个硬伤，真正的军事防护用的是防空导弹和地面雷达，不是高频信号发射塔。但它能做另外一件事，持续向外发射一种特定频率的电磁波，把另一个频率死死地盖住。那么它在盖什么？朋友们，这里有一份文件，你在主流媒体上永远看不到。2023年，一份泄露的地质评估报告显示，阿巴丹地下深处存在一片面积超过3个足球场的非自然空腔，空腔内壁有大量规则排列的几何结构，不符合任何已知的自然地质成因。这份报告从未公开发表，但知道这个异常的不只是写这份报告的地质学家。五角大楼早在2战结束之后，他们就知道了。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线，2战期间，英国人在阿巴丹大规模采油的同时，有一批身份不明的工程师在周边进行了大量地下钻探。这批钻探报告从未对外公开，直接进了某个我们不知道在哪里的档案柜。现在再往前看，你会发现一张让人非常不安的地图。2001年之后，韦斯利·克拉克将军，这是前北约最高司令，5星上将，不是什么阴谋论博主。他公开说出了一件事，五角大楼有一份计划，要在5年内打7个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最后是伊朗。外界说这是为了石油，是美国霸权，是地缘政治的算盘。但是朋友们，这7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全都坐落在古代文明最核心的地磁异常区上。好，现在我们来说那个地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地球上有一批古代遗址，它们的选址有一个至今无法被主流学界解释的共同特征，无论建造者来自哪个文明，用的是什么材料，说的是哪种语言，他们最终都选择了同一类地点。地磁场极度活跃，地下存在大规模晶体矿床，空腔结构异常复杂的区域。基萨高原是这样的地方，齐秦伊察是这样的，土耳其的戈贝克利什镇是这样的，伊朗的阿巴丹也是这样的地方。大家注意，这类地点有一个关键特性，在特定的天文周期里，它们会开始向外产生信号，是一种频率极低但覆盖范围极广的电磁振动。用最直接的话说，就是那个地底的东西会在特定的时间醒过来。2026年，中国传统历法里的赤马年，这个年份对应的是一种宇宙磁场的特殊周期。在这个周期里，来自银河系核心的某种辐射频率会在地球上出现显著的峰值。那些古代遗址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活跃地向外发出这个基频。这个基频对人类意识有什么影响？按照独立研究者的说法，它会打破恐惧，激活人对权威的本能怀疑。
用一个大家都懂的词来说，就是觉醒。好，现在你再看那套架在阿巴丹荒漠里的信号发射系统，它在干什么就清楚了。它在持续不断地向外发射一种人工合成的强干扰频率，专门用来把那个地底发出来的基频压死。怎么理解这个操作？很简单，你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有人在轻声传递一个信息，你能听见，但旁边有人突然打开了一台大功率音箱，那个轻声的信息你什么都听不见了。中共帮伊朗建的这套系统就是那台音箱，目的只有一个，不让那个频率穿透到人类的意识层面。朋友们，你可能会说，这个频率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注意这个数据，自2023年开始，全球在古代遗址密集区域附近生活的人群里，对现有政治体制表示不满的比例，以每年约8%的速度在递增，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研究者找遍了所有可能的解释，政治事件、经济危机、社交媒体影响，没有一个因素能够单独解释这个增速。但地磁活动的峰值周期和这个增速高度吻合。朋友们，这不是直接证据，但这是一条很难再忽视的线。说到这里，我们今天聊的是一场关于人类意识与觉醒的博弈。而说实话，能持续清醒地看穿这些深层逻辑，本身就需要极大的脑力消耗。我非常推荐大家尝试普瑞堂黑参，能非常高效地帮助我们维持免疫力与身体机能。为了支持江峰奥妙继续为您挖掘这些隐秘的内幕，厂商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专属福利。您可以点击下方链接，结账时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就能享受全球包邮的礼遇。更重要的是，现在购买满500美元，直接送您一根顶级黑参，而且是多买多送。保护好身体与精力，是我们守护真相的最强后盾。好，朋友们，现在来说整件事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北京为什么要帮伊朗建这套系统？中共是什么性格的政权？大家都清楚，他从来不做亏本买卖，他给出去的每一套技术系统里都留着后门。新疆那套监控网络，中南海可以实时调取，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那输出到伊朗的这套，他偷偷留的是什么？不是普通的数据采集端口，而是一根探针，专门用来实时侦测那套压制系统的运行状态，以及那个地底基频的实时变化数据。换句话说，北京帮伊朗建的是那台音箱，但他自己一直在偷听那个被压制的声音。因为北京非常清楚一件事，一旦那个基频完全激活，第一个崩掉的不是美国，不是伊朗，是中共自己苦心经营的这套控制体系。中共的统治建立在2个支柱上，我们来拆解一下。第一个支柱，信息管控，你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你就没法做出任何有意义的独立判断。第二个支柱，恐惧驯化，你知道反抗的代价，你就会主动选择沉默。但这2个支柱有一个共同的前提，人类的意识必须始终保持在一种被动的顺从的状态里。一旦那个基频从地底穿透上来，这个前提就会从根部开始瓦解，人们会自发地开始质疑，会对那些以前觉得理所当然的规则产生本能的抵触。这种变化是从意识层发生的，没有防火墙能拦，没有任何拘捕名单能够压制，这才是北京真正恐惧的东西。14亿人意识的自发觉醒，那是任何算法都无法预测和管控的。所以北京宁可在地球另一端烧掉无数资源，也要把那台音箱的音量死死维持在最高档。大家知道 Palantir 是什么吗？这是彼得蒂尔，就是那个 PayPal 的核心人物，他搞出来的专门在海量数据里追踪代码来源的顶级系统，军方叫它代码照妖镜。美军把 Palantir 接上了伊朗的监控数据流，往回追出了什么？追出了那根从德黑兰服务器一路通向北京超算中心的数字脐带，追出了北京在这套系统里藏的那根探针，追出了北京到目前为止从阿巴丹地底偷走的全部数据记录。这才是川普说
谈得非常有成效的真实含义。他拿到的是北京的底牌。川普宣布5天期限之后，伊朗方面的反应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裂缝。外交部发言人站出来，措辞强硬，说伊朗不接受任何威胁。最高领袖那边也发了声明，调子是抵抗，但革命卫队单独发了一条声明，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谈判，也没有谈妥任何事情。外交部是在拒绝，革命卫队是在撇清，潜台词是如果有人谈了，那也不是我们。但是同一天，川普在白宫说谈得非常有成效，确实有人谈了，但那个人不在革命卫队的常规体系里，那个大人物管的部门是单线联系的黑箱单位，不对革命卫队的常规指挥体系汇报。但这就逼出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撤离值5天吗？不值。5天不是给一个人跑路用的，5天是一套完整交割程序的时间成本。他给了川普3样东西，缺一样，海军陆战队进不了那个地下设施。第一样，地下工事的完整结构图，阿巴丹那个地下基地有多少层，通道怎么布，哪里有内部防御阵地，哪里有触发式自毁装置，任何外部侦察都拿不到。没有这张图，陆战队进去就是送死。第二样，内部防御系统的远程关闭权限，它不只是知道布局，它有实际操作权限，可以在断电之前把那些内部自动防御装置提前关掉，给陆战队清出一条进得去活得了的通道。第三样，他本人，数据可以传，图纸可以发，但那个地下结构有没有被完整交接，有没有遗漏，只有他能在现场确认。他活着进入美军控制区是整个行动最后一道保险。所以那5天是这样分配的，头2天加密传输地下结构的完整资料，中间1天他远程关闭内部防御系统，美军同步完成最后部署确认。最后2天人员撤离，这才是川普那句5天期限，不是给伊朗政府的最后通牒，是给这个人的最后窗口，你要出来就在这5天里出来。大概率是美军在期限结束之前悄悄把人接走。现在整张图可以完整的摊开来了，他是伊朗革命卫队里一个极度保密部门的技术负责人，长期驻守在阿巴丹附近的地下基地，专门管理那套压制系统以及与中共技术专家之间的对接。全伊朗知道那套系统完整技术参数的人寥寥无几，他是其中之一，也是同时掌握那3样东西的唯一一个人。他为什么主动谈？因为他已经看清楚了2026年的基频上升速度已经超出了这套系统的设计功率上限，要继续压制需要更大规模的扩容，需要更多时间。川普不会给这个时间，电网一炸，那套系统彻底断电崩溃，他20年守着的东西在断电的瞬间什么都没了。与其断电之后等死，不如把筹码交给能用它的人，换自己和自己的人安全离开。但朋友们，音箱断电之后，川普真正要拿走的是什么？川普说霍尔木兹可以共同管控，伊朗说不行，要独管。注意这个细节，就在同一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正在盘算要在巴黎跟中国副总理何立峰谈一件事儿，你们停止买伊朗和俄罗斯的油，改买美国的。这不是第一次了。去年10月，川普跟习近平在韩国见面，谈完就发文说中国可能要大规模购买阿拉斯加的油气。把这3件事串起来，你就看懂川普的整盘棋了。北美的油，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委内瑞拉全在他手里。中东的油他要插一脚管着，欧洲呢？你不交军费，跟中国眉来眼去，那好，中东油价我让它涨，俄罗斯管道我早就给你切了，你自己想清楚怎么站队。日本、韩国、台湾已经乖乖排队签合约了。中国呢？你那条一带一路的能源动脉从伊朗拉到中亚那条线，现在伊朗这头烂了，委内瑞拉那头也被美国接管了，你还剩什么？川普不需要打你，他只需要把手放在阀门上，然后笑着问你，阿拉斯加的油要不要？这是地缘的那一层，是真实的，看得见的。还有另一层，才是江峰奥妙我们要说的。
那台压制人类意识的音箱一旦断电，那个地球的基频重新开始流动，人民在觉醒。欧洲的老百姓会发现，那些替他们做决定的人把移民塞进来，把能源命脉压在中东，让老百姓替这些决定买单，这些人从来就不是为他们服务的。中国的老百姓也会发现，就在他们头顶上，拿着这么大的权，把经济搞成这样，让多少人失业，多少家庭还不上房贷。当那个基频重新流动，14亿人的意识开始自发觉醒，没有防火墙能拦，没有维稳经费能压，那不是革命，那是潮水。2026年才刚开始。这里是江风奥妙，咱们下回再见。